接下来介绍几个重要的约日节奏的睡醒疾病，包含了延迟性睡眠障碍、提前性睡眠障碍、不规则性睡眠障碍、非24小时性睡眠障碍，还有一些轮班工作、时差也在约日节奏睡眠障碍的范畴中。我们先介绍延迟性睡眠障碍。延迟性睡眠障碍在定义上是指一个个体，它没有办法在一个正常的时间维持清醒。这些个体通常会在晚上的时候入睡的时间比一般人要晚上很多，通常可能在夜间的2点到3点之后才有办法开始进入睡眠。可想而知，为了保持有效的睡眠，他可能需要在早上9点、10点之后才能维持清醒，所以我们称呼这一类的病患为延迟性睡眠障碍。延迟性睡眠障碍通常他们的睡眠品质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由于他的睡眠时相的偏移，他可能会严重干扰到日常生活的作息，例如学生可能没有办法在早上的时候进入课堂上课，或者是工作者可能白天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进入工作的状态。事实上，它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约日节奏疾病。在这一类的疾患里面，通常他们的年纪相对比较轻。第二种睡醒节奏障碍则是刚好相反，也就是提前性的睡醒节律障碍。一般而言，这一类的患者跟所谓的延迟性刚刚好相反，他的睡眠时相会明显的往前偏移。最常见的例子可能患者在吃完晚餐之后就变得非常的想睡，甚至直接进入睡眠的状态。那在睡足够的时间，一般而言可能在半夜也许2、3点的时候，患者就会醒过来，而无法再继续睡眠。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在老人家会非常的常见。那有的时候会因为在晚上夜间活动的时候而产生一些危险。那一般而言，如果是年轻的人或者是一个病患突然出现没有办法解释的提前性睡眠障碍，可能要与重度忧郁症进行一个鉴别诊断。第三个是所谓的非规则性睡眠障碍。非规则性睡眠障碍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少见的疾病。在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睡着的时候，他的活动减少，所以它是白色的区块。当他白天活动的时候，它是一个黑色的区块。所以在这一个患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个白色跟黑色在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的不明确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称为它是不规则的睡醒节律障碍。这种病患他没有办法出现一个固定的形式可以供辨认，通常整体的睡眠也相当的不规则。那一般而言，常常出现在脑伤或者是大脑出现疾病的问题。第四个是所谓的非24小时睡醒节律障碍。这样的病人是非常的少见。这种病人的特色是他没有办法与外界的时间进行一个沟通及互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没有任何校时跟对时的机制。由于一个正常的生物体通常它的自走节律为25小时，所以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每天时间的进行会比一般人的睡醒节律要晚上1到2个钟头，所以他的睡醒节律会跟一般的人逐渐产生一个时相偏移。那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少见，一般以盲人最为常见。第五个则叫做轮班睡眠障碍。事实上，轮班工作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形式，但是轮班工作事实上会对于睡眠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人类事实上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夜行性动物，也就是说一个轮班工作者
是无法经由适应将自己的生理反应调节成夜间工作。那轮班工作睡眠障碍现在已经知道会引起很多的健康以及公共卫生的问题，例如轮班工作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以及乳癌的风险。在轮班工作的时候，因为可能会影响到注意力及反应，所以有一些轮班工作的人也有可能在例如驾驶大众运输工具而产生意外事件，所以它也是一个公共卫生上面很值得重视的议题。大多数的轮班工作可以借由适当的调整工作的时程，改善轮班工作所带来的健康上面的害处。例如我们可以请病患尽量在轮班的时候将轮班工作的时程往后偏移，而不要往前偏移，这样可以让他的适应比较容易。同时尽量避免短暂而迅速的轮班，让病患能够有时间适应轮班工作。建议至少是2周以上的适应期，会让这一个患者减少轮班工作带来的睡眠冲击。我们要怎么样去研究人类的约日节律呢？有几个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可以经由所谓的基因及基因产物直接量测时钟基因的表现，这样的方式通常用在实验室，较少用在临床或者是食物上面的使用。第二个方式，我们可以测量相关的内分泌物质，例如刚讲的褪黑激素或者可体松或者生长激素，这一些激素会在一天中产生一个约日节奏的变化，所以也可以用来量测人类约日节律的表现。第三个，很多的生理现象会有约日节律的表现，例如像体温、心跳、血压，尤其是核心体温，可以用来当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约日节奏的生物标记。最后一个是行为，这个是临床上最常用的2种方法，一个是所谓的睡眠日志，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活动记录器。睡眠日志指的是请患者自行记录每一天睡以及醒的时间，那记录的时间一般建议需要2周以上。记录的人可以由患者本身或者由照顾者进行观察，进行记录。睡眠日志事实上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它是非常的容易使用，不需要特殊的仪器。但是如果当患者无法配合或者没有办法有效的记录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所谓的偏差。一般而言，它的记录时间也是较为粗略，没有办法观察到较细微的变化，所以可以当作一个初步筛选的临床工具。第二种方式则叫活动记录器。活动记录器通常被作为腕表的形式，它有一个内建的3轴加速规，可以测量手部是否有动作。由于在睡眠的时候，个体常常会进入不活动的状态，所以3轴加速规就可以记录到一个个体活动以及不活动的确定时间。经由这样的记录，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一个个体的睡醒时间上面的精确的结构。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它可以使用在无法沟通的病患，例如像婴儿、儿童，甚至老人、病患。那在临床上面可以当做一个有效的记录工具，同时它也没有侵入性的问题，所以在记录上也是相当的安全可靠。以上主要介绍的是常见的约日节奏睡眠障碍的形态，以及如何在临床实务工作上面利用记录来观察一个正常人类以及病理下面的睡醒节律障碍。那谢谢大家的聆听。